家好，欢迎来到 Learn Chinese on the Go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便利店，可以加热吗？小美，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件特别的事？特别的是，在便利店吗？大明？对，我上次看到一个老外客人。哦，他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情？他竟然想加热一瓶矿泉水。加热水？这太出乎意料了。是啊，店员当时也有点忙。哈哈哈，他可能以为是茶吧？也许是想喝热水，但这里是便利店，通常指热食物和饭团。对，所以可以加热吗？这句话在便利店里用法很讲究呢。是啊，你一般都加热什么？我常热盒饭、包子或者面条。还有那种三明治也能热的。对，加热后味道更好吃。这真是便利店的一大特色。很多外国朋友都觉得很方便。买了就能吃上热乎乎的饭。尤其是在冬天，简直是福音。那你平时怎么跟店员说呢？我会说，请帮我加热一下。或者直接问，可以加热吗？他们听到就会很自然地帮你。有时他们也会主动问你需不需要。对，这是一种服务习惯了。但不是所有东西都能加热哦。比如那个矿泉水，肯定不行。还有冰淇淋，哈哈，不能热。哈哈，谁会去加热冰淇淋呢？主要是指那些即食的食物，比如便当、关东煮或者包子。对，还有那种冷冻的速食面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是可以？可以表示许可和可能性吧。感觉它包含了一种礼貌询问。比热一下更委婉些。是的，听起来更客气一些呢。所以学会这句问法很实用。没错，在生活中经常会用到。我有次买了个冷面，忘了加热。哈哈哈，吃冷的冷面很特别。是啊，所以加热很重要。还有就是，加热时间有时不同。他们店里会根据食物来调整。对，这是他们的专业判断。所以便利店真是生活的帮手。是啊，解决了很多吃饭问题。也是我们了解文化的好地方。可以加热吗？真是个大话题。是啊，里面学问可真不少。细节藏着很多文化呢。比如加热的食物种类也很多。不止盒饭、包子、三明治都行。对，它解决了很多午餐难题。有时甚至能吃到热乎乎的面。没错，这在冬天特别重要。暖暖的饭菜让人心情很好。我曾想加热牛奶，店员却说不行。啊？牛奶不能直接微波加热吗？他们说怕爆炸，有点危险。哇塞，原来还有这种安全考虑。是的，所以店员的专业度很高。他们会主动提醒你注意事项。这体现了便利店的服务意识。是啊，这种细致让人很安心。那小美，你觉得除了可以加热吗？还有什么类似的委婉问法呢？比如说，麻烦您帮忙热一下。或者劳驾，
能帮我热热吗？我有次让店员加热粥，结果太烫。哈哈哈，吃粥烫嘴可不好受。是啊，等了好久才能吃进去呢。看来加热程度也是个学问。对，太热影响口感，太冷也不行。所以大家觉得食物应该加热到什么程度才最舒服？这种温度偏好也挺有趣的。它反映了不同人的饮食习惯。毕竟吃得舒服最重要嘛。其实便利店的功能远不止此，他们还提供了很多额外服务，比如收快递或者充值电话费。对，他们已经融入了生活日常，成为了城市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种便民文化在中国很普遍。是啊，体现了服务以人为本。话说回来，如果店员主动问你要加热吗？你不想热怎么说？我通常会说不用了，谢谢。简单明了，又带着礼貌。对，不能显得不耐烦哦。那如果加热机器坏了怎么办？哈哈哈，我真遇到过这种情况。然后呢？你就吃冷的了吗？店员很抱歉，还给了我优惠。哇，服务态度真是没得说。是的，这种处理方式很人性化。但说到加热，我突然想到个更复杂的问题，下次我们再聊。哎，你说的更复杂问题是什么？就是那种不适合加热的食物。哦，对，有些东西确实不能热。我有次看到有人想热沙拉。哇，那店员怎么处理的？很委婉地解释说沙拉会坏。学习了，会坏是个好说法。是的，不能直白说不行。那顾客会听懂并接受吗？大部分都会理解，但也有固执的。哈哈，那可就真的有点尴尬了。所以，店员要有点耐心和技巧。这也是一种情商的表现啊。没错，你知道吗？很多中国人习惯吃热食，觉得对身体好。这叫养生理念吧？对，即使夏天也想喝热水。所以才会有什么都想热的现象。你说，像薯片这种零食，你觉得它能不能加热呢？薯片，听起来就好奇怪啊。哈哈，没错，估计会变得软塌塌。所以，理解食物属性也很重要。除了可以加热吗？还有人会问能热多久？哦，或者不要热太久，温热就行。对，这种要求就更细致了。我有次买包子，就想说稍微热一下。结果店员给你热的烫手吗？哈哈，差点。我说温温的就行。温温的这个词用得真妙。它比微热更能体现温度感。语言真是充满了细节。你有没有见过有人拿自己的饭盒去便利店要求加热的？哇塞，这个真的可以吗？这就是我说的更复杂的问题。我从来没想过这种情况。因为外面餐厅不方便热饭，但便利店的机器是公用的啊。是啊，这涉及卫生和规则。
那店员一般会怎么说呢？我朋友遇到过，店员很为难。感觉他们会拒绝，但又不好意思。主要是担心安全和卫生问题。毕竟是给顾客提供服务的。这种情况下，言语就更讲究了。哎，这真是个棘手的问题啊。下次我们可以专门聊聊这个。好的，关于自带饭盒加热，里面涉及的文化和语言太多了。肯定很有趣，充满了挑战。肯定很有趣，充满了挑战。是啊，特别是语言上的表达。那你说，店员会怎么委婉拒绝？可能会说很抱歉，我们不提供加热。这很直接，但有点生硬了。也有更客气的说法，比如出于安全考虑。哦，安全，这是个很好的理由。对，或者规定不能加热自带食品。这听起来就好很多，有官方理由。是啊，顾客也更容易接受这种说法。我想起一个朋友的特别经历。快说说，是不是关于便利店加热的？他带了合家常菜去便利店问了。然后呢？店员具体怎么回答的？店员说不好意思，机器专供本店食品。哇塞，这个措辞真的很巧妙。既解释了，又没直接说不可以。这就是中文里委婉的魅力。中国人很讲究这个情面文化吧？是的，避免让人觉得尴尬为重。那顾客一般会强行要求吗？多数不会，他们理解店员难处。毕竟大家都不想发生任何冲突。不过，如果店员是刚来的新人呢？新人可能直接说不行吗？我就见过一个，结果顾客很不高兴。哎呀，真是个考验情商的场景啊！所以，不同店员会有不同处理方式。你觉得哪种拒绝方式最得体呢？我个人觉得，解释清楚理由很重要。比如为了大家的健康卫生着想。对，或者统一管理，请您理解一下。理解万岁啊，这话说得好。其实这背后还有个重要的文化点。什么点？快给我好好科普一下。在中国，很多规定都是比较灵活的。但便利店的规定似乎特别严格。毕竟是全国连锁店，标准化管理。也就是说，没有通融的空间了。理论上没有，但有时会有人情味。我有次看到一个阿姨，行为很有趣。哦，她也想加热自己的饭盒吗？她没问店员，直接自己操作了微波炉。哇塞，她胆子也太大了吧！店员看她年纪大，就默许没管。这就是情面和变通的体现啊！一种无声的默许，感觉很有意思。这又牵扯到尊老爱幼的观念。中国文化里确实很看重这一点。不过，如果自带的是生的海鲜呢？哈哈，那可真要出大问题了呀！对啊，下次我们聊聊特殊食物加热。特殊食物，你指哪些东西啊？比如自带的饺子或者包子。哦，不是店里卖的那些吗？就是自己家带来的饭菜。这样啊，那我遇到过一个情况。
快说说看，什么有趣的事？有个男生想加热榴莲饭团，榴莲？那味道的有多大？店员委婉拒绝了，说味道太重。这是考虑到其他顾客感受吧？是啊，不能影响到别人体验。这也是一种公共场所的礼仪。很有道理，属于约定俗成。对，虽然没有明确规定禁止。我也见过有人带螺蛳粉去加热。哇，那可真是挑战店员极限了。没错，店员最终还是没给加热。你觉得这种味道限制合理吗？我觉得很合理，这是换位思考。要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想。这体现了中国人的集体意识。确实，个人行为影响整体环境。便利店不是自家厨房吗？哈哈。不过，如果自带的食物有包装，比如密封好的加热饭盒，对，那种味道就不会跑出来。那店员会更容易接受加热吗？我觉得可能性会大大增加哦。看来包装也很重要，细节决定。没错，还有食物本身的安全性。啊，比如不确定是否新鲜的。对，有些食物加热风险比较高。你是指那些易腐坏的食物吗？例如没完全煮熟的肉类或蛋。哦，店员可能担心吃坏肚子。他们要避免潜在的麻烦。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措施。那么，有没有遇到过店员直接拒绝，完全不给商量的？是的，连解释都不愿意听那种。我有次在旅游景点遇到过。哦，那里规定更严格一些吗？是的，店员说出于卫生考虑。那情面就没法讲了，是原则。对，完全不给任何通融的可能。那也只好理解并接受了。哎，有时候还真有点无奈呢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如果你带的是是什么？快说快说。如果自带的是药膳汤呢？如果自带的是药膳汤呢？哈哈，那可真是个大挑战。便利店会同意给你加热吗？我猜他们肯定会很犹豫的。可能会有很大的味道问题。对，加热后味道真的会散开，影响其他顾客的购物体验。这下店员就更难办了。肯定要非常婉言拒绝了。除非是密封的特别好。但药膳汤通常非常香浓。是啊，自带食品确实有点麻烦。但很多人都有特殊的需求。比如带婴儿辅食的家长们。那个情况，店员会更通融些。因为那是更人性化的考虑。药膳汤就显得比较小众了。看来便利店的加热服务啊，也是有它的隐形界限的。是的，不是什么东西都加热。不过能加热已经很方便了。对，解决了吃饭的大问题。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里。来一份热乎乎的关东煮啊！瞬间觉得身体暖和起来了。还有泡面也是需要加热的。没错，开水壶是店里必需品。
有些店还会提供微波炉呢。那样就更加方便一些了。我觉得这是个很好的趋势。便利店的服务越来越完善，考虑到了顾客的各种需求，甚至可以坐下来慢慢吃，就像一个小小的餐厅一样。不仅仅是卖商品的地方了，更是提供温暖和方便之处。这样的便利店我真的喜欢。是啊，生活确实离不开它了。很多外国朋友也都有同感。中国的便利店服务很特别，确实让人觉得非常周到，解决了太多生活中的小事，比如打印、收快递等等呢。对，简直是万能的小助手。加热服务只是其中一个点。今天我们聊了好多加热的事，发现背后文化还挺有趣的。小小的便利店，大学问真不少。了解了更多贴心服务哲学。那么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在便利店里最喜欢加热什么，或者有过什么难忘的加热小故事呢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给我们。我们下期来聊聊在中国购物时如何使用各种支付。别错过哦，下期再见了。